就是肥的。浩浩，给你。我吃完了，给你。这也咬不动，给你吧。我吃饱了，走了。哥哥，困死了。浩浩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周老师，你来，怎么了？那个瘦娃人都走光了，他捡桌上的剩骨头啃。哪个？2年级那个浩浩，中午不是打了一份饭吗？我给他打的，我记得清楚。现在在啃别人吐出来的骨头。这娃儿是不是没吃饱？那不能够，我给他打的不少。那他自己的饭呢？撒啦？不能吧？没看见呢。那个瘦娃人都走光了，他捡桌上的剩骨头啃。米饭还有，菜没了，拌了菜汤。我吃饱了。你吃的那是啥？就是剩下的。别人碗里挑出来的肥肉跟骨头比食堂打的饭好吃。坐下吃，这碗干净。周老师，我真吃饱了。那你这是他们欺负你了？不是，我就是看倒了可惜。浩浩，你怎么没去午睡？快上课了。校长。吃完把碗送回厨房，记得洗手。好。你看见了，他不是没吃饱。他家里什么情况？爸没了，妈智力有问题，说不了话。我先去教室，放学我找他。妈，来吃饭了。好吃不？吃完就回家啊，回家。程毅，有个事儿。今天就扫到这儿，你们先回。浩浩的事儿，他打了饭，先端去家门口喂他妈，再回来吃别人剩菜，连着多少天了？你怎么打算？明天开始多备一份饭，他天天蹲在门口，就请进来吃。请进来？你把人请进食堂，其他孩子怎么想？村里人咋想？我们这是学校，不是慈善机构。光是保证孩子们衣食无忧的上学，就已经是负债累累了。要是大人也管。浩浩爸没了好几年了，他妈那样子，村上也都知道，自己饿了都不知道吃的人，就认得自己儿子。咱们反正给几十个孩子的饭都做了，多他一份也不显。这不是给不给的问题，是你怎么给合适。你把他请进食堂，人人都看见了。人心这东西比肚子饿还难填，今天多一个，明天就能多10个。饭咱们私底下多给浩浩打一份不就行了？行，就这样办。走快些，就等你一个了。
李小花，你这又是闹哪出？新鞋，我妈赶集买的，弄脏了可惜。你供着它，它能实现你愿望不？鞋是护脚的，你倒好，伤脚护鞋，脚磨破了咋整？不疼。你不疼我疼。学校的娃脚烂了算谁的？哪只左脚？这只。校长，我没迟到。铁柱，你头上是打算养一窝鸟？睡过头了，没顾上。那你也得把自己收拾干净了。你看你这头发跟个鸟窝似的。校长还带梳子。青青送我的。那个小臭美妞说了，校长头发少，梳子用不上，给我梳别人用。设好学习，色调无度。刘小毛，看啥呢？鸟，2只，鸟不用上学多好。孩子们，他刚才说鸟不用上学，这话对不对？鸟是不用上学，那鸟能活几年？我告诉你们，麻雀2、3年，乌鸦顶多10来年，人活多少钱？70、80年。对，为啥？因为人学会了种粮食，鸟只能找虫子吃；人学会了造房子，鸟只能撩树枝搭窝。读书干嘛用的？就是把祖宗学会的东西往下传。你们今天认了字，以后看农药瓶子上的说明，就不会把庄稼打坏了。会算数，赶集买东西，人家少咒你5毛钱，你知道？我妈上回就少咒了，不知道。你妈没念过书，你念了，回去教她。是土蛋，他又在捡破烂。哪儿呢？跑了，拖着蛇皮袋往小路跑了。他刚才肯定在偷听我们上课。别扭孩子，还得跟他爷爷谈谈。床前明月光，明明是地上霜，哪来的明月光？老叔，吃着呢。哟，校长来了，吃没？锅里还有。吃了吃了。琢磨啥呢？你刚才念那个我听见了，诗里写的是月光照进来，地上白的像下了霜。我当然知道。你没听完吗？后面还有2句呢。又没打你。老叔，我今儿来就是说土蛋上学的事儿。我说了多少回了，他不去。不去。为啥不去？浪费时间。你才多大，浪费啥时间？9岁，不小了。有那功夫，我还不如捡几个瓶子，好歹能卖钱。9岁你就想挣钱，你能挣多少？一天5块、10块？10块不少了，够买盐，够买酱油。土蛋，咋跟校长说话呢？没事，让他说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上学能当饭吃，你教1天书拿多少钱？你算算你搭进去多少，亏不亏？你算账挺厉害，跟谁学的？这还用学？傻子都会。那我问你，1麻袋塑料瓶卖多少钱？看多重，1斤8毛，1麻袋顶多30斤，24块。要是卖给收废品的老李，他压不压秤？他敢。为啥不敢？因为他知道你土蛋精着呢，不好糊弄。可是小钱好糊弄，大钱难。你上学就懂了。这跟上学有啥关系？你算1斤8毛是口算，老李要是把秤压到7连，你一眼看不出来。再往后，你去收废品都抢不过大人。你没车拉不动大件儿，只能捡路边的小东西。你能捡一辈子。校长，不是我不让他去，他爸没了，他妈改嫁了，家里就我跟这娃呀。我出去给人搬砖，一天挣个7、80块，干1天算1天。娃儿是怕花我的钱。老叔，学费的事儿不着急，学校有减免，我可以申请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欠人的。老叔，我明儿再来。别来了，来也没用。排队，抱着自己的床单被罩，别拖地上。铁柱，你给我站住！那个被罩你在地上拖了半里路了。洗衣机塞不下了，你那个床单等下一波啊。
不急。李浩宇，老师，你睡觉是在上面打洞啊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破的。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睡破了？蹲下，看着。老师，你像我妈。那你以后把我当你妈得了。赵小伟他爹。老三来了，坐。张校长忙着呢，还行，算算这个月的账。校长，我是来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，下学期学费你看能不能给我家小伟免了？这个事情呢，学校有规定。你家的情况我了解，按流程，你先把申请材料。今年地里收成不好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老爹又病着，3天2头吃药，我这实在是……老三，学校对有困难的家庭有减免政策，你把村里的困难证明开来，我再看看具体免多少。还办啥手续？你免了我家娃的不就行了？反正你这学校也不差这一个。规矩是统一的，手续也不复杂。你就说不免是不是？老三，你别激动，咱们好好说。我好声好气来求你，什么政策什么手续，你就是不想给我办。咋了这是？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老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赵老三，大家都看看，赵小伟3个学期总共交了420块钱学费。那是学校光给你孩子买书本，这3年贴进去380块，中午1顿午饭，学校收你1块钱，实际成本4块5。你拿计算器摁一下，是谁欠谁的？那别人不也交？别人是真困难，你困难。你上个月新买的摩托车，什么时候买的？要不要我把你买车那家店的收据也拿来？这赵老三真丧良心。张校长办这学校容易吗？还想占便宜。赵老三，你家那新摩托车，我前2天还见你骑来着，你跟我哭穷。学费按规矩来，你今天要是缺这学期的钱，写个欠条，明年还。你不用欺负老张，惹急了我，你家孩子我们不收了。你们，你还想干啥？敢闹事我们可不答应。就是张校长那么好的人，你缺不缺德？周敏，你别说话。好。你说你为了让孩子们营养跟得上，自己学营养师，自己贴钱改善伙食，为了让孩子们睡眠好、干净卫生，村里人不肯出钱，你借款也要添置空调、洗衣机，还养出蛀虫来了。那不是个例吗？大家还是向着我的。你说你好好的高薪工作不干，非得建设这乡村小学，啥都搭进去，图个啥呀？农村的孩子总得有人陪嘛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不能好好守着。孩子长大，我替他们陪着孩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而且跟大城市比，我还是喜欢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。其实是他们陪着我呢。还有3床床单没洗，你别忘把你的拿来。好。一群疯狗，都他妈疯了！骑个摩托车怎么了？那是我借的。还挺了不起啊。哎呦！哪个小兔崽子，你给老子站住！让我逮着你！我都不如土豆儿，我知道是你。老叔，包蒜呢？校长，你咋又来了？还拎东西？苹果给土蛋的。土蛋儿，你躲什么？没躲，我渴了，喝水。老叔，我回去想了想，有个办法。你说。学校要食堂缺个帮厨的，也缺个扫院子的。你要是愿意来，1个月给你开800块钱。土蛋呢，来上学，中午吃饭不要钱。这不合适吧？我哪能占学校的便宜？不是占便宜，你干活，学校开工资，天经地义。食堂阿姨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去了她得谢我。不去。你爷爷去学校干活，你上学，2全其美的事儿，你为啥不去？不为啥？你得给我个理由。没有理由。那就去。我说了不去。校长，你也看见了，这孩子倔，随他爸。有我们呢。没事儿，慢慢来。
程毅，苹果切好了，一个孩子2片。行，行。校长，这几天咋不见土蛋来偷听了？人家那不叫偷听，那叫啥？叫旁听。不一样吗？偷听是怕人知道，他是怕我们知道，他怕我们知道。啊？听不懂就吃饭去。铁柱，你跟土蛋熟不熟？还行吧，以前他爸在的时候我们一块玩过。那交给你个任务。啥任务？放学后你去找土蛋，他捡破烂你就跟着，他问你干啥，你就说你也想捡。我也捡破烂。不用真捡，就跟着他，跟他聊，问出来他到底为啥不来上学。这个简单，包我身上。你让铁柱去套话，靠谱吗？你不懂，小孩之间话比大人好套。土蛋，你来干啥？我也来捡破烂。你捡破烂？你家缺这个？缺。我妈说了，自己挣零花钱，这能捡啥？纸壳子、塑料瓶、铁丝，能卖钱的都捡。一个罐子能卖多少钱？1毛。那得捡多少个才能卖1块钱啊？10个，100个就是10块。那你一天能捡多少个？多的时候7、80个，少的时候30、40。7、80个，7、8块，一个月200、300，不算下雨天，不算收废品的不来的天，一个月顶多200块，也不多啊。不多，够买油盐酱醋了，够给爷爷买降压药了，你懂个屁！土蛋，校长去你家好几趟了吧？关你啥事儿？我就是问问，你为啥不上学啊？不上就是不上，哪有为啥？你就跟我说说呗。我跟你说不着。校长说上学能学好多东西，学了能挣大钱。哼，挣大钱？他自己挣着大钱了吗？那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我看他挺穷的，他是把钱都花在学生身上了。我们吃的午饭他贴钱的，我们睡的被罩他买的。你到底为啥不上学？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不告诉你就是不能告诉。为啥？你有完没完？让你跟着我就烦，捡你的破烂去。这咋交差呀？就问出这点东西。他嘴紧得很，就说够给爷爷买降压药了。降压药。对了，他还说校长你也挺穷的，挣了大钱了吗？他说的。行，辛苦你了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对了，明天让你妈给你5毛钱零花钱，就说是捡破烂挣的。那不成骗人了吗？你本来就是去套话的，算骗人的补偿。那行。套出啥了？他说够给爷爷买降压药就够了。这孩子，他是觉得自己不能花钱上学。不止，他觉得上完几年还是回来白花钱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他问我挣大钱了吗？在他眼里，校长念了那么多书不也穷？他算账算得清。算得太轻了，9岁的孩子算大人的账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再给他派2人去。还派？铁柱都套不出来。铁柱不行，让李小花去。李小花？那个光脚来上学的丫头？她比铁柱精。你也是校长派来的？不是，我真捡。你捡啥？塑料瓶，攒多了我妈拿去镇上卖。卖的钱归你不？归。那行，那边有。土蛋儿，你怕啥？我怕啥了？怕上学呗。不怕的话早去了。谁怕了？不想上就是不想上。那为啥不想上？没钱。校长又不要你钱。上学了就不能捡破烂，不能捡破烂，我爷爷吃啥？
降压药2块钱一天，少一天就头晕。那你不能又上学又捡破烂吗？放屁！上课要做一天，放学天都快黑了，捡啥？那你能上学到6年级，然后就不上了，又不耽误多少年。到6年级就不上了，那开始干啥？反正迟早要下来，不如一开始就不上去。可是啥？我爷爷今年68了，他能等我多少年？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你想过吗？跟你说这些没用，你不懂。我走了。我爸也不在了。跟你说这些没用，你不懂。我走了。我爸也不在了。我妈在镇上给人洗衣服，早上5点走，晚上8点回。我家也没钱，但我妈说了，念书是唯一的出路。那是你妈觉得，我不信出路非得靠念书。那你靠啥？捡破烂能捡一辈子。捡到爷爷不用我管了，到时候再说。他说迟早要下来，不如一开始就不上去。还说啥了？还说捡破烂捡到爷爷不用他管了再说，还说我不懂。他怕的不是上学，是怕有了希望，回头又没了。啥意思？回头跟你铁柱哥解释去。这孩子心思怎么这么重？9岁想的东西比大人还多。他算账算得太明白了，可账不是这么算的，我来跟他算。又来。我说了不去。你先别急着说不去，今天我不劝你。那来干啥？来找你算个账。我1个月工资1500，学校水电费每个月400，中午1顿饭贴进去2000，书本、教材、学习用品1200，每个月不够的我借，年底发了补贴再还。你说我穷？对，挺穷的。那你觉得我亏了吗？我又不是你，我哪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不亏，因为我的孩子们，有人考到镇上初中了，有人会看农药说明了，有人进了城，坚持读下来了。我穷，我不亏。你说怕开始就别开始，那要这么说，你爷爷68，他当年带你，要不敢开始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抽我爷爷干啥？因为他带你是开头，开头总会结束，但你长大了不是吗？校长，这孩子，你今天不来上学，10年后你20岁。我问你，20岁的你出去打工，人家写个合同你看得懂不？工钱被克扣了你算得清不？你去收废品，别人跟你说这铁40斤，你掂不出来，只知道26块钱进了兜，不知道那铁卖出去值60。你少唬我。我是吓唬你，可你想想你爸没了以后，你家怎么过来的你最清楚。你爸当年念过书不？念到初中。念到初中，在工地看图纸，比没念过书的人多挣1倍。要不是出了意外，别说了。我明天还来，我们那个账没算完呢。你来了我也不去。土蛋昨天又去捡了，李小花放学跟了一路，回来说她捡到天黑，蛇皮袋都拖不动了。我知道，我今天还去。你天天往人家家里跑，人家不烦你？烦也得去。他爷爷说他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捡破烂是把老人该背的背自己身上了。也是。哎，中午剩的这些，要不你给他带过去？这样，你把苹果片找个袋子装着，我捎过去。校长，你别老给俺家拿东西了，拿了土蛋更觉得欠你的。不是给他的，这是给大爷你下夜班的，他说不动你这些。你多上心。老哥，土蛋这孩子是块料，我得把他弄进教室来。校长，他还没回来，不急，等着他。又来了。今天是来跟你接着算那个账。
你算吧。你念书，白天不捡破烂了，你怕不能给爷爷买药是不是？你知道还问？那如果我保证你爷爷不缺药呢？你爷爷来学校干杂活，每个月给你家补贴800块，你中午在食堂白吃，早上带个馒头，晚上回去也不用做饭。你9岁，捡破烂1个月最多200，你爷爷在学校干活，每天少走20里路，少弯腰几百回，你算算，是捡破烂挣的200块划算，还是他少受罪划算？那你为啥非得是我？因为你蹲在窗户外面听的，比坐在里头的人都记得多。你3岁就能从1数到100，是你爷爷说的。你把你自己浪费了，我心疼。你说的，不耽误我挣钱。不耽误。放学后你愿意捡就捡，碰上考试我帮你捡。我就去看看，我可不欠你的。我捡破烂捡的多了，我把空瓶子留给学校。成。别人学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占便宜。成。这个给爷爷，明天早上7点40，校门口等你。你个撅驴那脑壳，开缝了。你别说话，我还没想好。坐那儿，桌子腿有点晃，回头我修。能放东西就行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新同学，转过来上课。你真来了，我还以为校长得再跑10趟呢。别拍，桌子晃。你那个蛇皮袋里装的啥？空瓶子，放学去卖。你真捡破烂呀？我爷爷说捡破烂的都是没出息的。捡？咋了？没咋，就是问问。我捡破烂怎么了？我自己挣的钱给我爷爷买降压药，你们谁行？不是，没人说你不行啊。你们买过盐吗？知道酱油多少钱1瓶吗？我9岁能养活我爷爷，你们能养活谁？那你一天能挣多少钱？多的时候70、80来个瓶子，一个月200多块。那也没多少啊。那你挣一个我看看。我又不捡破烂。那你说什么没多少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，你怎么跟丫丫也呛上了？他又没说你啥。他说了，他说没多少，没多少也是我自己挣的。你们，哎，你怎么跟丫丫也呛上了？他又没说你啥。他说了，他说没多少，没多少也是我自己挣的。你们，你那个桌子是真不行。回头给他卖了。哎，土蛋，你捡破烂见过啥好东西没有？上回捡了个闹钟，还能走，拿回家爷爷用了。还有呢，还有个收音机，不响了，拆了，里面磁铁能吸铁钉。那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本来就厉害，你们这帮小屁孩不懂。你才9岁，你说谁小屁孩？我9岁也能帮爷爷干活，我还给爷爷做过饭呢。我不会做饭，但我能给奶奶带鸡腿了。啥鸡腿？没啥。丫丫，你刚才说啥？鸡腿？所以你上次偷偷藏的鸡腿是给你奶了？我们学校每周都能吃到，我奶奶都没吃过。我周5的点心也不吃，带回去给我妈，还有我家小花狗。你把点心给狗吃？那不是普通的狗，那是我们家庭成员。去年冬天，我妈去河里洗衣服，踩的石头松了，掉河里了。我妈不会水，是我家花狗跳下去叼着她袖子往回拽。我妈说那狗在水里冻得直哆嗦，
就是不肯松嘴儿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妈就说小花狗是我们家人。我藏了牛奶带回去给我弟弟，他才3岁。我听人家说喝牛奶能长个儿，我弟弟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，腿就那么细。我爸妈都在广东的工厂打工，1年见一回。我是哥哥，我要照顾弟弟。我上周把苹果给我爷了，他牙掉光了，苹果能啃动。我带过馒头，揣兜里带回的，就是有点压扁了。我好像啥也没往家带过。你们说的鸡腿、点心、牛奶是学校的吧？是学校的，怎么了？打给我的就是我的。那是校长花钱买的。你们有孝心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是这算什么本事？东西是人家给的，又不是你自己挣的。可是那本来就是给我们吃的。校长自己穷的什么样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他把钱都花在你们身上了，你们把自己那份省下来给家里人，没错，这叫有情有义。但别觉得自己有多厉害，那不叫本事。有本事以后自己挣钱买，大大方方往家拿。浩浩，啊？你把你饭给你妈，自己啃别人剩骨头，这事儿铁柱跟我说了。兔蛋，你小点声。这事儿不用小声，我说的是好话。你那个才叫本事，你把你自己的那份全给你妈了，一口没剩。你啃的是别人不要的骨头，你孝敬你妈不欠任何人的，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扛。我妈智力不行，她饿了不知道吃，冷了不知道穿，就认得我。我要是不给她吃，她就饿着，我不要她饿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是好样的，比我们谁都强。以后我的饭分1半给浩浩。我也分。我周3鸡腿不要了。你们不用这样，学校给了你鸡腿是让你长身体的，你要分你自己的事儿，但不能总靠分来分去。我们得学会自己挣，以后有出息了，想给家里买什么买什么，那才叫真本事。土蛋儿，你说话跟我爸似的。你爸不在家，你就把我当你爸算了。你9岁就给人家当爸，你自己还没成年呢。你们之前上课咋听的？我都记得有志不在年高。这小兔崽子，你在这儿偷听？嘘，这帮孩子都是好孩子，只是有些事儿他们还没经历过，不用过早懂事是个好事儿。那土蛋呢？他经历太多了，9岁的孩子算大人的账也好。合着在你眼里就没有不好的？那当然，我的孩子都是最好的孩子。换一碗。我这碗又没坏，让你换你就换。看什么看？今天你迟到了，鸡蛋不热了，将就吃。你昨天就煮了？别人都有，不是单给你的。土蛋，过来跟我们坐。浩浩，这块我没咬过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我们几个商量过了，以后谁夹饭就把米饭分给浩浩。什么意思？浩浩他妈不是每天在校门口等着吗？我们一个人夹1碗饭就够他妈吃了，不用浩浩自己不吃。谢谢。今天的鸡腿给你，你带给你妈。你今天不给你奶奶了？我奶奶下周3再吃，你妈今天就得吃。半个给你妈。别哭，大男人哭啥？我以后也少吃点，拿着给你弟弟。你少吃点就是给你家省钱。也对啊，不对，你这不还是说我胖吗？点心给你，我家花狗吃腻了。给狗吃腻了你才给我？
那你要不要？要，我给俺爷尝尝。苹果给你。画。你拿回去给你妈，吃苹果好。图蛋，你哭了？没哭，洋葱呛的。今天没洋葱啊。你话怎么那么多？你天天给孩子们打饭，你自己吃了没？吃了。管这叫吃了？今天不饿。吃。真不饿。再说一个试试。你把自己的鸡蛋都留下来了，你当我看不出来？程毅，孩子们长大还有很久，你也得先照顾好自己，才能陪他们走得更久一点。都坐下，急什么？还有件事儿，今天不讲课文，讲个故事。校长又要讲故事了。我听见了，铁柱，你不想听可以出去跑2圈。想听。今天讲2个，一个给女娃娃听，一个给男娃娃听。先讲给女娃娃的。以前有个女娃娃，跟你们差不多大，村里来了个货郎，嘴甜，一见面就说她好看，说她聪明，说带她去镇上买花衣裳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差点被拐跑了。货郎嘴里说的好听的全是假的，真对你好的人不会一上来就给你这个那个。你爹妈打你骂你，那是为你好。外人平白无故对你好，你就要想想他为啥。那怎么看是不是真的？看行动。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实在。你们记住了，夸你2句就飘上天的，早晚吃大亏。校长，那我奶说我长得俊也不能信呗？你奶说的能信，你奶不图你啥。行了，安静。现在讲给男娃娃的。男人力气比女人大，个子比女人高，老天爷给你的，不是让你欺负人的。那力气大干嘛？力气大帮人扛东西，个子高帮人够东西。你们谁要是仗着力气大欺负人，尤其是欺负女娃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有人欺负我们呢？那就还手，但是不许先动手，先动手的是混混。那帮人骂我爷爷呢？骂人是嘴上的事儿，动手是手上的事儿。他骂你，你就骂回去；他动手，你再动手。行。还有一条，你们都是大的带小的，哥哥带弟弟，姐姐带妹妹。这个带不是让你们啥都自己扛，会爱人的人先得会爱自己。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，别人心疼你有啥用？该哭就哭，该说就说，别把自己当铁打的。说你呢？哦，行了，放学。校长，你讲的故事是不是你自己编的？你猜。老刘，你腰还行不？还行。校长说要扩一间教室，趁天好，赶紧的。老周呢？在里面和校长算料呢，说木头不够，少2根梁。我家有2根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这就回去扛。叔，让一下。你看看这些娃娃也来帮忙，校长也不拦着。校长说不用拦，看着点别受伤就行。爷爷，这个往哪儿搁？放架子边儿，你少扛重的。不重。老哥们儿，歇会儿，喝口水。土蛋儿，你周末不上学，去捡你的破烂，不用在这儿。不去了，这事儿比捡破烂重要。你这孩子，砖搬得动不？搬得动，你别管。水来了，水来了！上回盖食堂是前年吧？是，那回也是大伙帮的忙。校长，你这学校欠一屁股债了吧？债慢慢还，孩子不能等。说得好，欠债怕啥？我们帮你扛。对，有我们扛得住的事，不用你一个人顶着。行，来，接着干。你天天回来对着那个电脑忙啥呢？写东西。写啥？写学校的事儿，放网上。网上？那人家能看见？能。前天发的，好多人留言。
有人说要寄书，有人说要捐衣服，还有人说要寄钱。这些人你都不认识，能信？信的，有好人的地方就有好人。你把学校的事儿往外说，程毅知道不？不知道。为啥不告诉他？告诉他，他会说别给人添麻烦。唉，这孩子。妈，你说他40岁的人，头发白的跟你差不多了。那你呢？你也40了。我就想帮他把钱的事儿对付过去。他管孩子，我管钱。他当好人，我当坏人。你那叫坏人，你那叫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你心疼他，我知道。谁心疼他？我是心疼那帮孩子。行，心疼谁都行，把饭吃了再弄。你看看，这是啥？网上的人，捐钱的、捐书的、捐衣服的，我整理了个单子。你把学校的事发网上了？嗯。周敏，你又要说你的事儿，不用麻烦别人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贴，能贴多少？你一个月工资1500，贴了2000出去，水电费、书本费、午饭钱，哪样不是你自己填？你填得动？你身体填得动不？你看看你头发，白的比黑的多。你今年才多大？40。我没事儿。你没事？你倒下了，这学校谁管？那帮孩子谁管？你别把自己想成铁打的，你不是。网上的人能信？有好人就有愿意伸手的。你信得过孩子们，怎么信不过这个？第一批东西已经在路上了，不要你开口找人要钱，人家自愿的。你就做好你的事儿，剩下的我来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你干嘛？你又舍不得麻烦别人。校长，土蛋说我胖，你本来就胖。土蛋，别说大实话。校长，你怎么帮他不帮我？我们班一共捡了100多个瓶子，还有铁皮盒子、旧书。这是我家攒2月的，我妈说不用钱，给学校就行。我奶攒的，我奶说校长是好人，他帮不上别的忙，就这些。瓶子压扁放左边，纸壳子捆好放中间，铁皮丢右边。土蛋儿，你之前捡破烂都是自己卖的，这回咋说给学校了？是我说的，空瓶子留给学校。你们咋也跟着来了？我又没叫你们。我们自己愿意，对，自己愿意。土蛋，我妈说谢谢你上次的鸡蛋。她没啥给你的，她让我把早上剩的馒头拿给你。你妈自己吃了没？吃了，分了，一人1半。有点甜，真的甜的。那是你心里高兴，馒头哪有甜的？真的甜。以后谁再说捡破烂的没出息，我跟谁急。这是第2笔，寄件人没写名，就写了一个孩子的父亲。给他回个信。人家让别回了，说留着给孩子们买书本。铁柱，这个瓶子你没踩扁，占地方。踩了，你那个脚才该踩呢。周敏，你说这些孩子，他们自己家里都难，还想着帮学校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学校。他们的学校。周敏，你之前写那个网上发的写得好，但是你有一次把我写得太好了，我没你写的那样。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，也想过不干了。第2天早上在校门口，
铁柱头发炸得像鸡窝，李小花光着脚跑过来，土蛋蹲在窗户外面偷听，浩浩端着碗往校门口跑。我就又觉得这地方别人可能真替不了我。张成义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。你说。我给学校申请了正式的公益募捐资格，下个月开始每个月有固定的捐款进来，虽然不多，但以后你不用拿你工资往里填了。你以后只管你的孩子们，钱的事儿我来。网上现在有1万多人关注咱们学校，你天天说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，现在不光你觉得了。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啊！校长明天还收不收废品了？收，替他喊了。收。那卖了钱干嘛呀？你们说。买书，买花种，花坛里种花，给我妈买糖。那我要买毽子，就知道玩。玩怎么了？校长说劳技结合。校长，你说的那些故事真的都是编的吗？有些是编的。那有些是真的？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。我觉得都是真的。回家，你妈该等你了。